大家好，我是 Venus， 欢迎来到 Coffee Talk。这一集呢，我喝的是黑醋栗红枣茶，非常的养生。这个茶里面不只有黑醋栗，还有红枣，还有其他的果干类，像是桑葚啊，然后洛神花、接骨木花等等的，所以它喝起来有酸酸甜甜的果香。在这一集呢，我想要来说书。那我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叫做《我不想活得正确，只想活得像自己》，作者是 Amazing 曾燕京。那作者曾燕京他是交大社会系毕业的，那他在社会系毕业后就到 NGO 非营利组织工作。他在非营利组织工作几年后，他辞职了。他当时是还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的状态，就直接裸辞。那他在辞职之后就开始了新的尝试，体验了很多不一样的活动。后来呢，他就转往从事文字工作者。那在这样子的过程中，他就写了第一本书，叫做《有一种工作叫生活》。我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读他的书的。那他的第二本著作《我想和自己好好在一起》，这本书呢更走向内心深处，透过他的书写，他直面了内心比较黑暗的角落，那些被压抑难以言说的部分，他把它写出来。关于这本书，我不想活得正确，只想活得像自己。他在书背写说：人生有正确答案吗？正确的人生就会快乐吗？想要独立自主，却又想拥有爱情，两者冲突吗？我觉得作者三本书有个共同点，就是他很认真的挖掘内心会刺痛的部分，然后也让读者读起来会觉得有一点起鸡皮疙瘩。作者他是很掏心掏肺的把他的经历，然后他的原生家庭啊，还有所有他的过往，他的故事都把它写出来。读起来你会觉得他好像你的朋友一样，跟你喝咖啡聊是非，然后聊聊自己内心的事情，非常的真切。那我会阅读这本书的契机呢，是经历感情低潮的时候呢，刚好在脸书上面滑到作者的贴文，他就介绍了这本书。他说他写这本书的同时呢，是带着会被骂爆的心情豁出去完成的。他的过往的经历呢，在感情的部分也是一样，他以前呢是带着非黑即白、是非分明的道德观，到现在发现其实原来黑与白之间有10000种灰色地带。他认为只有把这些经历写下来，才能让更多人看到其实人生啊，或者是角色感情有各种样貌。其实感情就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一样，没有特定的标准答案。那我在过去呢，很习惯拿正确这2个字来绑架我自己。从这本书当中呢，我也发现到作者的家庭背景和我蛮像的，就是在他小的时候父母离异，然后中间有发生一些事情，让他希望自己不要步上父母的后尘。他书写他的家庭背景的时候呢，我也是觉得心有戚戚焉。过去的家庭经历算是一个很失败的感情经营经验。我在小的时候也希望未来长大后，我经营感情的时候呢，可以顺顺利利的。但是直到我去年自己重重摔了一跤之后呢，我才开始试着不要用非黑即白的道德观加注在自己身上。经历感情的分离之后呢，我就读了这一本书。作者他很像朋友，从旁轻轻拍我的肩的感觉。在这本书中，他有提到对他人动心其实就是自己的渴望的投射。像是在这一句他说，每一份喜欢都是通往自己的地图，我们喜欢上的某些特质其实都代表那个潜在的我是存在心底的，它被勾动召唤，蠢蠢欲动，等着你把它好好活出来。我觉得在某些程度上，作者很像我的朋友，也很像大姐姐一样。从他的第一本书到这个第3本书呢，我好像也是在跟他经历一样的人生试炼一样，然后他把他的经验写出来，然后慢慢的带着我走。这本书呢，除了让我学到了很多作者的想法、作者的观念，我觉得它也有疗愈的功能。那我使用疗愈这个字呢，不要理解成它是什么小品文啊。我想要说的是，我在阅读的同时，好像在慢慢抚平我的伤疤。
书中我贴一些标签，我想要来念一下一些让我有感触的句子。像在第111页的时候，他提到离别的痛苦，他前面已经有应该是2段分手经验。这一任第3任呢，他的化名叫做 J， 他和 J 交往6年，然后是作者本人提分手的。那他在这边写说，失恋的痛苦依然很重。我在洗澡的时候想起与 J 的过往，还是常常痛哭，觉得体内有某种东西正在硬生生剥离。半年以后，跟朋友讲起分手的那一夜，也还是泛泪哽咽。但我知道有一天，我终将不再有这些感受。所有痛不欲生的当下，其实都是珍贵的一刻，那都是我们深深爱过的证明，我们曾经用尽全力的证明。一开始读的时候，我也是默默流下眼泪。每阅读一次，就让我觉得好像在我的伤口上面，擦了药膏，贴了纱布，这个伤口就渐渐愈合了。第247页的地方呢，他就说到他在分手的同一年，他做了切大肠的手术。他说，大肠开刀的伤口也在过了1年之后完全复原了。虽然因为蟹足肿的关系，肚子中间的疤痕变成一条10公分的蚯蚓，但我觉得很性感，是身体征战过的荣誉。我再次见证生命的顽强，所有的切开都是为了愈合，清理完毕就腾出了空间，能容纳不同的世界，诞生出全新的自我。最后呢，我也想来分享一个篇章，叫做一个人能走多远。那这个篇章我就不全部把它念出来啦。我跟大家分享，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呢，我的脑海里有电影《Eat Pray Love》，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的画面。那个主角呢，他是离开了熟悉的环境，他一个人来到了陌生的地方，他想要找回对生活的悸动。透过去想要去的地方，看想要看的风景，吃想要吃的美食，打开感官去感受这个世界。过去呢，其实我们会因为社会的框架，兢兢业业的在过生活，也因此失去了享受生活、打开感官的本能。我觉得作者曾彦京呢和 Eat Pray Love 非常的像，那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有勇气的让自己暂时从麻木的生活中逃离出来，去反省、去反思过去的自己，然后长成一个新的样子。我觉得这是我在阅读这个篇章还有这本书给我的感受。好啦，那这一集的 Coffee Talk 说书就到这边。不知道大家在我介绍这本书之前有没有读了这本书了呢？大家对这本书有什么样的想法，或者是大家有什么样类似的经验，也可以分享在留言区。那就谢谢大家收看到这里咯。如果你喜欢这一集 Coffee Talk， 可以帮我按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或是分享给身边可能也会喜欢这个内容的朋友。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，拜拜。